我狂撸100万黑网贷，反手给学姐开了张10万的罚单，结果警察局抽走2成，联邦还要抽税1成，搞了半天我这是在缴费上班。刚想骂娘，一条新消息又弹了出来。许之缴纳洋果3颗，价值6000规则币，你可选择支付1008规则币买下该物品，或者由警局结算发放4200规则币。原来许之缴罚款不是交给我，而是通过那张虚空罚单交给了警局，警局收了钱，结算后再发给我，这就是我的工资，或者说叫业绩提成。如果说缴纳人缴纳的是物品，我可以选择折钱，或者补差价拿下该物品。第二个提示在他眼前飘过的时候，叶凡算是彻底搞明白警员罚款许可权的工作流程。买下洋果，这果子直接吃吗？你不知道洋果？你难道是异世界来客？不是，学姐，你这么聪明，让我很难办啊。学弟，你不要误会，异界来客在规则世界很常见的，我爷爷就是，甚至每年新生里就有好多异世界来客，我没有恶意。叶凡听着许之的解释，既然异世界来客不是什么稀有物种，好像也没必要隐瞒。说说你对异世界来客的了解。回答好了，我可以酌情给你宽限一下缴款时间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被大家称呼为规则世界，这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规则，违反规则就可能触发特殊事件，且很大一部分是死亡事件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家也总结出了这个世界的大部分规则，加上自身也有超凡力量，日子还算太平。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有一部分人竟然掌握了规则，他们开始动用规则的力量排除异己，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死规则，人类能通过经验躲避，可是带着思想的规则，那是避无可避。甚至说，在人能使用规则之后，一些原来不会造成死亡的规则，反而展现出了更强大的杀伤力。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，那些最初一批掌握规则的人，竟然能通过一些手段让别人也使用规则，最终建立了新联邦。说到这里，许之深深看了叶凡一眼，很显然警员就是规则身份之一，他现在脑子都还嗡嗡的。一个初入规则世界的异界来客为什么会有规则身份？叶凡面对许之的目光，双手一摊，没错，我开了。据说是在新联邦建立3年后，规则世界开始大量出现异界来客，到了现在，规则世界的土著占比怕是不足1%，大家都是异界来客或者他们的后代。至于异界来客究竟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，众说纷纭，至今没有结论。叶凡听到这里彻底放心下来，如此一来，自己穿越者的身份还真算不得什么秘密。这个洋果和个人的超凡有关吧？许之刚刚话中也提到，这个世界除了规则的力量，还有个人的超凡，这果子显然和规则无关，那就肯定和后者有关。许之同学，你不负责迎新，在这里干什么呢？还有你，一个新生不按照通知书要求报到，在这里干什么呢？你丫的谁呀？王老师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回归自己的岗位。许之没有任何解释，认错道歉之后，立马准备离开。可惜秃头王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许之。许之同学，跟我来办公室一趟。许之看着秃头王转身的背影，救我！叶凡能看懂许之眼神传递的意思，但是他无能为力。秃头王刚刚可是凭空出现，单这一点就能把我按在地上疯狂摩擦，还是不要牵扯上我吧。人死债消，罚单受理人许之死亡，本招罚单结束，共计收缴罚款1.4万规则币。我操，不是，这就死了！一个负责迎新的漂亮学姐，就因为带我出去一会儿，没有迎新就被老师嘎了，这也太草率了吧！学长您好，我是武器学院人工智能专业的新生叶凡。牛旭打量叶凡一眼，没说什么，接过录取通知书查看起来，3秒后将其还给叶凡。与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卡片，这是你的校园卡，千万不要搞丢，不然后果很麻烦。学长，那个打电话的校园卡在哪里能搞到？可惜校规规定，新生报到这一天不能坑新人，不然一定好好宰这个冤大头。异界来的吧？规则世界压根就不用手机和电话卡，至于具体用什么，等你军训完正式成为古大一份子，自会知道。没手机和校园卡，学姐，你是真该死啊！学长，我为什么？不要问，后面你会知道。你的校园卡是临时的，至于其他的，活着总会慢慢知道的。行了，去宿舍报道吧。多谢学长，不知学长贵姓？牛旭，希望7天后我能再见到你。牛哥，说的多了吧？
牛旭瞥了一眼女生，没有说话，而是看向眼前只有自己能看到的面板。